你好，有缘人。亲戚不共财，共财断往来。我们活在世界上，需要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。上学时候的同学，工作上的同事，一起娱乐的朋友。除了这些关系之外，还有一种关系对我们非常重要，那就是亲戚。亲戚是一种依靠血缘把我们牵在一起的关系，可以是先天的一种关系。在古代氏族社会，亲戚关系至关重要，好的能帮你加官进爵，走上人生巅峰，差的亲戚关系甚至会影响到你的社会地位。在现代，虽然没有了古代那种封建的社会环境，亲戚关系对我们的影响依然存在，但是人到中年，走过了半生，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千万别把亲戚看得太重，更不要觉得亲戚关系就是比其他关系重要。因为所有的关系到底好不好，不看你们有没有血缘，只看一点，那就是相处。这是从我们自身的感受出发的体验。所以说，人到中年，一定要看清亲戚这层关系。以下这些亲戚千万不要理。第一，自私自利，只想占便宜的亲戚不要理。如果一个人跟咱们不是亲戚关系，那么这个自私爱占便宜，不为别人考虑的人，我们断然是不会跟他相处的。可一旦他是你的亲戚，仿佛就像一种逃不掉的命运一样，总得跟这样的人继续打交道。这种人，你对他再好，在他看来都是应该的。他们借着亲戚这层关系，把亲戚们身上的好处都吸到自己家里，而且他们本性贪婪，只考虑自己，不是你几句话就能改变的。所以遇到这种亲戚，能不来往就不来往，因为一旦遇到困难，这种人是第一个离你远去的，你永远指望不上。第二，你出名的时候贴上来的亲戚不要理。我们都知道，关系中有一种珍贵的感情，叫做雪中送炭。这种人会在我们最落魄、最无助的时候拉我们一把，这样的人值得我们用心去对待。然而，生活中更多的却是见风使舵的人。比如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有的亲戚会瞬间抛下你，撒手而去。可是，当你荣耀加身的时候，他们又都会重新簇拥到你身边，沾你的光，跟你勾肩搭背说，小的时候还抱过你。例子并不远，就在今年东京奥运会上，16岁的跳水冠军全红婵一跳而红。当记者去他家采访时才得知，原来这位小将的家庭特别贫寒，母亲身患重病。全红婵谈到自己的理想时，也说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让家人过上好日子。就在全红婵成为奥运冠军之后，她的家里突然冒出来很多亲戚。全母接受采访时候都落泪称，自己这么多年都不知道，原来还有这么多亲戚啊。这些一夕之间冒出来的亲戚，就是那种只想沾光的亲戚，在你落魄时绕道走，在你辉煌时贴上来蹭光。这样的亲戚不值得花时间和精力去用心对待，他们都是闻风而动，非常势利的一群人。等到你再度归于平凡时，他们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第三，
我若我有理，道德绑架你的亲戚不要理。上面两种亲戚，当发现自己得不到什么好处时候，会选择退出，不认你这门亲戚。虽然寒心，但至少也少了麻烦。但是有一种亲戚，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，仗着自己和你的亲戚关系，吃穿用度都要向你张口，动不动就是咱们是亲戚，亲戚就是一家人。这种人用亲戚的关系绑架你，让你不停地付出，而他们则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别人的帮助，丝毫不想回报。他们只会通过亲戚这层关系，不停地剥削亲戚，根本没有为他人想过，没有丝毫分寸感和边界感。这种亲戚最是惹人嫌弃。我们平时常说，注意交什么样的朋友，找什么样的另一半，做什么样的人，但从没说过选择什么样的亲戚，因为亲戚无法选择。但是换一个角度，现代社会早已不是古代那种宗族社会，亲戚也不再是多么重要的关系，充其量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打个照面。所以交什么样的亲戚，就跟选什么朋友是一个道理。好的亲戚关系是互帮互助，基于血缘宗族关系，更加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。你有困难他帮助，他有难处你支持，属于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关系。至于那些只想着依附亲戚，和亲戚血，占小便宜，困难面前各自飞的亲戚，真的没必要去花时间维系这段关系。他们只有在需要你的时候才想起问候你，我们何必要花心思回应这份带着目的的关心呢？总之，人到中年，别把亲戚看得太重。好的亲戚可以处，不好的亲戚真的不需要看得太重要。毕竟少个亲戚又不能少一块肉，何况他们还会让你的生活不得安宁。